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4日，星期四啊。今天来和大家讲点震惊的事儿啊，出大事了！哎呀，出大事了，大事不好了，银行取消定存利息了。那还有一个大事就在刚才啊，五角大楼宣布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调离中东，让它前往中国最重视的印太海域。拜登真狠，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面具人会在节目中间告诉大家的。面具人想问一下大家啊，不知道在座的观众里面有没有家里面的亲戚是当官的啊？如果有的话，那今天的这个节目你们就要仔细收看了。如果你是身在国外的观众，你在国内有欠债呀，有扯不清的生意纠纷啊，那你就更应该仔细的听完这期节目了。如果上述情况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更加应该仔细的把今天的节目给听完了。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3件事有啊，第一，整贪官；第二，草民平民能不能翻身；第三，那就是存款的问题，你们的存款有危险了。贪官关心第一件事儿，平民关心第二件事儿，对吧？那最后一件就是这个存款的事儿，是大家都应该关心的，对吧？其实呀，这3件事儿你们都应该关注。共产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啊？你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就知道了。面具人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其实呢，弄个蓝牙耳机听节目挺方便的，就可以解放双手了，不一定你要盯着屏幕一直看，戴着耳机听，然后呢，想干啥就干啥，做饭上厕所的时候都能听，对吧？好了，来看今天的标题，炸裂消息，银行取消定存利息，习近平抢钱了，拜登是个狠人，美军3艘航母全部开往钓鱼岛，王岐山千里追凶，贪官可以缺席审判，人人影视被共产。那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定存利息被共产党搞了的事情啊！定存利息已经被共产了，那这个玩意儿太可怕了！哎呀，我的妈呀！咱们一件事一件事的来讲啊。好了，首先补充一下昨天讲的人人影视的事情啊。2月3日，人人影视被查了嘛，老板员工抓了至少有14个人，相当于一锅端了嘛。昨天面具人讲了一下，人人影视被查是因为挡了共产党赚钱的道儿。面具人在今天呢又有新的发现了，那这种发现呢更加说明习近平推进公私合营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各位在座的老板们，快跑吧，小心哪一天共产到你头上，公私合营到你头上。其实人人影视被共产的这种操作方式，就类似于很多万达广场早期它的商场刚盖起来的时候，没什么生意，没什么人气，然后呢，商场就请摆地摊的人，让他们自己在这里投资摆地摊，这样呢，商场是零成本的呀，摆地摊的人自己投资嘛，对不对？自己招揽生意嘛。然后呢，等摆地摊的人逐渐的多起来，逐渐的把这边的人气旺起来了以后，万达再联合城管把这些摊贩驱赶走，吃现成的人气，享用现成的客户。其实面具人我觉得这种互利的行为没啥，摊贩也赚钱了，商场的人气也起来了，对吧？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些摊贩赶走呀，你不至于过河拆桥呀，对吧？你可以把他们统一管理起来，弄个集市什么的，你收一部分房租嘛，对不对？其实这也是割韭菜。但是呢，万达不愿意呀，万达要把这些人气和市场自己独占呀，对不对？贪心的老板是想把所有的钱都赚掉的。你说像人人影视这样，全国有几千万人看，几百万人下载他的 APP， 你说共产党他之前能不知道吗？显然是知道的，说不定哪些官员他都用人人影视看电影呢，对不对？那只不过之前没收网，是因为鸭子还没养肥。面具人我找到了一个细节支撑了这种说法啊。人人影视其实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被国家盯上了，辗转了好几次金蝉脱壳，又是搞什么示范区呀，和一些单位合作呀，
最终呢还是没能逃掉厄运。2014年，在被美国电影协会列入盗版下载黑名单之后，而关停网站的人人影视接受了第三方的投资，从而转型做美剧社区，叫做人人美剧。人人影视字幕组团队与新团队共同参与人人美剧项目的运营，人人影视也将品牌和数据全部导流给人人美剧，双方谋求共同发展。之后呢，人人美剧更名为人人视频，但双方的合作最终是以决裂收场的。合伙生意不好做嘛。这个文中啊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接受第三方投资。那这个神秘的第三方究竟是何方神圣呢？这个谜底一直到了2020年才揭晓。2014年到2020年间啊，这已经是埋伏了6年之久啊，真有耐心，真是处心积虑啊。这个第三方的背景可强大得很呢。2020年10月13日，上海众多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人人视频的母公司，它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宣布人人视频的总部基地落户于重庆市的南岸区，并计划打造50亿元以上产值规模的重庆特色数字内容产业园。人人视频也将把整体经营业务转移至重庆，并计划以重庆本地公司作为上市主体，在国内或国外挂牌上市。你看多好的，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大，配套如此豪华，那一看就是政府支持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人人影视要被国家拿下的痕迹还不是很明显。共产党做事儿都是一步一步来的，直到2021年的1月26日上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与人人视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本着务实互利的原则，携手共进，发挥各自在平台、技术、版权、运营上的优势，谋求在媒体融合和互联网媒体产业发展上实现突破。结果呢，你看，没过几天，上海市公安局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涉嫌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案件的金额为1600余万元。你说这算不算共产？先把你的公司拆分，然后呢，把最有价值的那一块吞并，再然后呢，把剩下的残羹剩饭，把你原来那些人扣一个违法乱纪的帽子，把你拿下。哎呀，这个节奏感满分呀！其实呢，面具人我个人觉得吧，这个人人影视，你说你都纵容他了10几年了，对吧？你现在想拿走就拿走吧，何必把这些人从名声上搞臭，经济上搞垮呢？就差是肉体上消灭了。那为什么就不能共存互利呢？一定要把这些人给消灭掉呢？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按照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啊，任何一个公司，尤其是网络类的公司，在初创期啊，那都是异常艰难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干什么事情都是要自己掏腰包，自己承担风险的。可是呢，当一个公司做大做强了以后，甚至是大到处于垄断地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谁来干都是躺赚。已经不需要之前的运营人把企业拿下来，用数字货币雇佣一些经纪人、专业人才，一样也是干。他脱离了原来的创始人，他还是能存活下去，还是能赚钱。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自我运行的一个良性的经济体了。所以呢，谁干都是干，谁干都是躺着赚钱，凭啥要把这些钱分给奴才一杯羹呢？对不对？完全没必要嘛。人家自己家里面的红色子女都不够分呢，等着要来赚钱呢，是吧？何必让你们这些草民在里面赚钱呢？对不对？人人影视、阿里、腾讯、拼多多、美团都被搞了，更何况你们在座的观众呢？你们不怕吗？至少人家这些大老板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对不对？他们都不行了，他们都被搞得很惨了。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就更惨了？大土豪分田地，
老百姓看这些大老板被搞掉了，心里面可开心了，是不是？可是你们知道吗？打完了土豪，分完了田地了，这些东西也没分到屁民手里。还有个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大家记住了，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就是大饥荒，再之后是反右，再之后就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所以说要有先见之明，提前规划自己的财富，这是多么的重要呀！在世界乱局之中，有人趁乱发财了，有人呢发大财了，有人呢却被乱局淘汰了，有人呢却被共产了。你是想被共产还是想发财，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如果你还觉得哎呀没事儿，不可怕，早着呢，不要怕，那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共产党割的就是你这种人，舍不得老婆套不到狼嘛，对不对？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现在舍不得花点钱想办法改变啊，你觉得现在好得很，或者是还不至于那么差，对不对？那你的未来可不仅仅是花点钱的问题了，那就是你的钱直接就被共产掉了。你看面具人我就是跑得快嘛，我们几年前就已经跑出来了，如今吃健康的食品，呼吸新鲜的空气啊，好得很，可以畅所欲言。最重要的是面具人和我的家人避免了被共产铁锤捶打的下场啊。有些话呢节目里面不能说太多啊，至于怎么避险呀、理财呀、跑路呀，你们想要了解的，想要和面具人聊天的，可以看视频下方内容简介里面的邮箱链接，给我发邮件，或者是加我的 LINE 号啊。好了，进入咱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啊，先来讲点官老爷们爱听的东西。其实呀，家里面有钱的很多官员，包括他们的后代，都选择了到海外躲避清算呀、追杀呀，对吧？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中共公布了一则新闻，是专门针对官员的啊，不只是官员，还有其他人呢。中国最高法院宣布，针对外逃贪官可以进行缺席审判。2月4日消息，知法网、密法网最高法院公布，绝不让腐败分子和其他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躲避惩罚。最高人民法院4日发布新的刑事诉讼司法解释，其中设有专章，对缺席审判程序做了细化，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涉案财产作出处理。继之前的国安法可以通缉全宇宙出来以后，习近平现在又颁布了一个可以通缉全宇宙、可以审判全宇宙的法律啊，那就是人在境外我也可以，你不出席未审先判嘛，对吧？官员们在海外都直接可以给你判刑，缺席审判。那在这里啊，面具人要给大家普及一些法律知识了哦。缺席审判本身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缺席审判指的是当事人和代理人未出席审判且未陈述意见的审判。这个东西在英美法律体系里，这个词儿不仅只是一个空间的描述啊，你人没在就是一个空间描述嘛，对吧？它还涉嫌了侵犯被告在犯罪宣判中出庭的权利，在被告人未能出庭辩解的情况下，就给他定罪，是违背自然公正原则的。在一些人权更大的国家，比如在欧洲的法律里面啊，最典型的就是意大利，缺席反而是一个法律认可的可以接受的辩护策略。这种审判呢，可能需要被告人的律师出席啊，而且呢也不一定管用。根据国家的规定啊，在中国那党就是王法了，党想判谁就判谁嘛，什么律师呀什么开庭呀，都是走个过程，你只需要同意，不同意也没用。
在中国这种一手遮天的习近平就是法的天下，他说怎样就怎样，你还相信什么律师司法公正？你公正一个我看看，对不对？而且呢，你不在中国的人不只是贪官普通人也有麻烦只要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审判。共产党出法律很有意思的，他在法律条款中往往都是有埋伏的。你仔细研究法律条款的文字你会发现别有洞天的。看这句话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的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及的财产作出处理。也就是说，这里面针对的不仅仅是贪官你人在国外，但是呢，你在国内有一些纠纷呀、债务呀，以后都可以未审先判了，你不用出庭，你不用接诉讼书，你不用接起诉书，法院直接判你。什么叫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什么叫做恐怖犯罪？那在海外说了对共产党不好的话，也算是危害国家安全了，对吧？也算是恐怖活动了，是不是？也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了，是吧？最要命的就是后面这句话，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作出依法判决，并对其违法所得及其财产作出处理。等于党是直接可以，你人不管在不在，把你定罪了，然后呢，直接在国内处置你的资产了或者是你家人的资产，你直系亲属的资产，直接就把你共产了。所以说呢，观众朋友们，懂得规划自己的资产，规避风险是多么的重要以后这个口子呀就越来越紧了，包括出国以后出国肯定会越来越难路呢也会越来越窄。观众朋友们，多观察你的周围，仔细观察，不用别人多说，你多观察，你也会有所收获的。好了，来讲今天的重磅中的重磅那就是习近平把定期存款利息给取消了。等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后半段再讲。先来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那就是美国的航母全部开到印太地区了。面具人看到今天这个消息的时候，顿时觉得哎呀，拜登真的是个狠人。你看拜登嘴上念佛，说什么友好呀、互助呀，说什么自由民主呀，说什么不冲突呀，但是呢，拜登做事儿是真的狠呀。他不像川普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对吧？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面具人为什么会有底气这么说呢？拜登都把美国最强的航空母舰全部开到印太地区了，这还不算狠吗？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这是一个战略升级。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它这么一调动就直接形成了3艘航母同时聚集在印太地区，而中东地区无航母的局面。为什么这么做？咱一步一步的往下看嘛。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尼米兹号航母撤离中央司令部安全负责区域的同时，考虑范围更广的地缘战略局面。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认为中东地区是安全的，地缘更广、更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在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说，我们部署军力的每一项决定，包括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力量，当然也包括资源密集的航母和附属战斗群的部署，都是根据对该地区威胁坦诚做出评估之后而做下的决定。听懂了吧？都是根据该地区的威胁而做出的决定。那么印太地区的威胁是谁？谁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最大？谁在印太地区最具有威胁性？中国，对吧？其实呀，早在1个多星期前的1月24号
美军就已经宣布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个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了南中国海，以推进海洋自由，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为理由，驻扎在那儿了。不仅如此，里根号航空母舰继续常驻日本的美国海军基地，从而呢形成了美军3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壮观局面。咱们从美国大选就可以看出来啊，习近平一直在雇佣自己的大外宣，极力的抹黑软化拜登的形象。而事实上呢，拜登才是一个好战分子，你们知道吗？拜登是有仇必报的人。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拜登就投下了参战的决定性一票。干卡扎菲的时候，拜登也是极力推进的。谁说拜登软弱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是开到了中国附近了呀，对吧？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在海上巡逻，开到哪儿就是看谁不服打谁的，你敢挑衅就射你一炮。而且呢，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系统，它的航母开到中国附近，中国的压力很大的。只有咱们这些屁民不懂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哎呀，拜登软蛋怂。那你们看特鲁多怂不怂？特鲁多是第一个，这全地球上第一个敢抓中共高官的领导人，谁还敢？你看拜登怂不怂？拜登直接全部航母开到你家门口了，他怂不怂？他敢开，他就不怕擦枪走火，他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可是呢，大家也都看到了，这2个不怂的人反而被大外宣抹黑成了怂的人，抹黑成了软蛋了。那至于为什么拜登要把航母开到印太地区呢？这个锅呀，还是要习近平背。在美国拜登新政府1月20日就职以后呢，习近平这边呢就想试探试探拜登，看看拜登能比川普硬多少，方便自己调整接下来的战略。于是呢，就派中国的军机加强了对台湾的贴近飞行，一次派了大量的飞机，甚至是突破纪录了一次派了几十架，宣称这是对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与此同时呢，北京通过了所谓的海警法。这是什么法呢？就是可以授权中国的海警使用武器制止外国组织和个人在海上侵害国家主权，可以对他们开火，懂了没？中共厉害了，可以直接在海上主动开火了，并且呢，你看好了，上面说的是外国组织和个人，个人也会被针对，不一定是这种军事上的政府之间的哪怕是普通的个人也会被针对，被开火。那拜登看到习近平这个架势了，心想了一下，这哪能行呀？你想挑衅我？行啊，来试试啊。于是呢，你看拜登把自己的航母都开过来了，并且呢还穿越了台湾海峡了，这就弄得中共很尴尬了。拜登一边说一中挺好的暂时不变，但是呢嘴上说好话，心里面干黑活，嘴上说一中，结果呢自己的航母开过去了把汪文斌紧张的赶紧出来说话，缓和气氛。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中方将继续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美军把航母从中东撤出来开往印太，那伊朗可就轻松了。面具人，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为什么呢？伊朗在中东的威胁很大，但是呢，美军光和伊朗这么耗着没多大作用，因为伊朗背后有中共呀，有孟晚舟呀，在源源不断的给钱、给武器、给资源、给技术呀。就相当于你玩魔兽的时候，战士开局一个冲锋冲上去，然后呢一阵暴风雨般的操作，结果呢只是打掉了一个法师的镜像，然后呢你就会听到法师冰环申劫，唰啦啦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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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biu biu，然后呢就是美国这样和伊朗耗下去，使不上力，完全没必要。伊朗就留给以色列、阿富汗去牵制就行了。美国这种大佬级别的就应该是 face to face 的针对习近平。美国军事上对中国施压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对吧？压箱底儿的航母全部拿过来了。拜登政府官员呢，展示了以美国自身实力联合盟友力量应对中国挑战的坚定立场。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与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通话，并表明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不仅如此，新任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刚满1天，就已经与菲律宾外长洛钦通电话，强调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明显适用于当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在太平洋遭受武装攻击时的情形。他说，这包括了南中国海，也就是南海啊。从这些现象、这些举措就能看出来，拜登围点打援的战术正在生效。拜登才仅仅上任了10多天啊，你们想象一下啊，就已经如此紧锣密鼓的把网铺开了，准备围猎中共呢，准备围剿习近平呢，知道不？你看，欧洲也正在考虑从经济上和美国强化合作。英国现在强势加入了 TPP。在印太地区呢，如果美国继续增大影响力的话，对东盟还有日韩啊，会是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振作用的。军事上呢，就可以在外围啊压缩收缩中共，给中共造成很大的压力。那这种军事消耗战的话，中共再强它也是架不住的，因为这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轮流消耗中共啊。今天我的船开过来一下，明天他的船开过来一下，后天你的船开过来一下。你中共呢，你陪着玩下去不？反正人家几个人轮流着来，对吧？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是呢，人家每一次开过来，你说你中共的船迎不迎上去？你要不要巡逻？对不对？好，你说你也玩，你梭哈每一轮你都陪着玩下去，你有钱吗？好，你要花钱是吧？拜登马上就要和欧盟呀、英国呀，还有东盟呀，从钱的方面削弱中共。那看到这儿，各位观众记住一句话，在中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早做打算吧。习近平他只要面临外部压力啊，他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他越是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屁民。贵族的生活品质是不能下降的，懂了没？外部压力再怎么大，贵族不会受影响，贵族会把这个压力给平民来承受。那一说到转嫁压力，就要讲咱们今天最重磅的环节了。今天最重磅的炸裂消息，那就是习近平把定期存款利息取消了。来看这张图，6大银行正式宣布，2月1日起，存定期的储户将以活期利息计算。中国作为一个储蓄大国，每年去银行存的钱其实都不少，只是很多人比较保守，并不愿意说出自己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普及，银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存款作为银行最大的收入武器，一直是银行赚钱的最大门路。为了尽可能的揽储，银行也是绞尽了脑汁。6大银行正式宣布，2月1日起，存定期的储户将以活期利息计算。这个消息一经公布，那可是炸锅了。后来呢，因为这个消息引起的反响太炸裂，毕竟嘛，很多老百姓都存的是定期啊，他们就指望着这点利息呢。结果呢，你把这个利息取消了，你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于是呢，国家一看，民间的反响太激烈了，于是呢，国家又改口了，换了一个比较玄妙的说法啊，引入了一个叫做靠档计息的概念。当然了，
对于笔杆子出身的共产党来说啊，玩这种文字游戏，巧妙地利用文字中的生僻字呀、新概念呀，来给你们混淆概念，这是共产党最擅长的。共产党又发布了一个新闻，是这么说的啊：2021年1月1日将停止靠党计息这款定存产品的运营。今后呢，长期定存的储户一旦提前办理存取款，还是要以活期利息来计算的。靠党计息就是定期存3年，如果2年后需要取出，依旧可以按2年定存的利息结算。如果存上3年，那就可以按3年定存的利息结算。这种方式比较灵活，对银行和储户来说都不亏。因此呢，过去几年来，靠党计息深受储户的喜爱。这个东西被取消了，说白了就是定存利息没有了。要存你就一次性存死，不能取；要么你就别存，不存在什么定期不定期的了，懂了吗？定期就定到死啊，活期你就一直活着，懂了没？什么定期转活期，活期转定期没有了啊，利息也没有了。其实呢，中共即将推出数字货币，那为何还要在这时宣布不给定期利息了呢？大家想想啊，全国的存款量有多少呀？那可是天文数字啊！国家一刀把这个玩意儿给割了，你想想国家要省多少钱呢？对不对？这些存款之中啊，不乏有大老板或者是工人，对吧？这些老板或者是工人存在银行的钱，它的收益变低的话，那直接会导致人民币贬值的速度上升的，直接会加重通货膨胀的，直接会导致物价上涨的。那这些东西又会最直接的导致老百姓的压力上涨，穷人和富人的阶级鸿沟将会再次拉大。那为什么党要这么做呢？中国现在是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了，因为拜登领导下的美国会对中国造成他习近平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压力。那和美国对抗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该分胜负的阶段了。你不管是打热战、打冷战、打经济战、打渗透战，它是需要弹药的呀，它是需要钱的呀，它是需要资源的呀，对不对？那这些钱和资源怎么来呢？那就把这些草民的钱和资源当柴火烧了呗，把这些草民共产了呗，对不对？中国想要增大对世界经济的主导能力，那就势必要增加自己对外资的吸引能力，把外资外企吸引进来了以后，再把他们锁住，把他们当这个人质给扣下啊，只能进不能出，一直勾兑下去，这样中国才能渐渐的主导世界经济，对不对？中共他现在已经往这条路上面走了，如此呢，就可以推算出通过增加通货膨胀，通过增加债务，迫使小黄人增加压力，那就可以让小黄人增加劳动力，以弥补被拉大的泡沫嘛，对吧？啊，债务多了，通货膨胀快了，小黄人只能更加的努力的去赚钱，要不然呢，他根本就活不下去嘛，对不对？那就会导致小黄人整体的劳动效率上升。那共产党不让大家回家过年，却逼着大家过年上班，他也是这个目的嘛，对不对？哦，你说回家过年就会传染病，那你在单位上班就不传染病了吗？对不对？那这样就能得出来劳动效率变高，劳动成本变低。那这样的劳动效率又高，劳动成本又低的小黄人，它的吸引力还是大大的吗？对不对？共产党以后跟这些西方资本家勾兑了以后，我这小黄人奴隶工啊，成本低得很，他们的工资只用发数字货币就行了啊，甚至连真钱都不用给他们发货币啊，不用给他们用真金白银发工资，你说好不好？并且呢，这些小黄人过年放假都不回家，都不休息，没日没夜的早中晚3班倒，给你不停的生产工作，好不好？太好了吧，古代的奴隶都没这么能干的，是不是？而且呢，你说这个物价呀，通货膨胀到底有多夸张啊？包括房价啊，
大家可以参考面具人昨天的节目。我昨天的节目啊，专门有讲过物价、房价、通货膨胀和个人资产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事情已经紧急到了这个地步了，早做打算，趁现在还来得及。不然呢，到时候真的共产铁锤打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那个时候，你就只需要拿一张纸和一个笔，写上大大的"活该"2个字，送给你自己。